家好，本期视频我们想继续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第13周，即从3月28日到4月1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第12周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周开盘价是 914.98， 周收盘价是 1010.64，当周它的最高值是到达了 1040.70， 最低是在 907.09。 当周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的负值是达到了133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周收盘价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上方。量，当周的成交量是 1.465 亿股，是前一周的 1.13 倍，量增。KD 值开口增大，双线上行，这说明股价在上涨的行进中。MACD 开口变小，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上，出现了较前一周更短的绿柱，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回升。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2022年第12周生成的这个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中长红 K 线。那它的特征是实体部分的涨幅在 2.5% 以上，上方留有上影线，但其长度不能大于实体的高度。那这样的 K 线可以出现在 K 线图的任何位置。就单一 K 线而言，那当周或者说是当日代表多方强，是多方上涨到了高位，遇到了卖压。好，接下来我们来解读一下第12周生成的这个含上影线的中长红 K 线。首先说它的位置是在多头走势的关键位置，并且呢，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突破了2022年第4周的下跌的最高，也就是它收复了自2022年第4周以来的下跌，并且它的周收盘价是站上了这个周的20均值。那这两个指标都是非常利好的指标，说明股价后期是有上涨的动力的，也有继续上行的愿望。我们也会看到在12周当周收的这个 K 线上方是有长长的上影线，出现这样的上影线说明股价上涨到了高位，出现了卖压。那这样的现象又是股价要回档的一个信号。那在接下来一周的 K 线如果不能够开高向上，那股价是很容易遇压力而拉回的，也就是我们说的会出现回档。好，这是 K 线方面的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股价在周 K 线图当中的走势。我们先来恢复一下辅助线。那目前大家看到的这些辅助线是我们在上一集周视频当中的所运用的辅助线。那现在我们做一些调整。首先我们删除这两条水平线，因为上方的这个水平线我们的收盘价已经站上了这个压力位，对，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删除。那下方呢是一个强支撑，我们说股价如果回档呢不能够跌破这个强支撑，跌破这个强支撑呢这个底高的多头架构呢可能会被打破，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把这条线删除。
因为股价现在已经站得很高了。好，那再接下来，我们再把下方的这个下颈线去除。对，我们加一条下颈线。加的这条下颈线呢，是在2022年第8周出现的这个最低，和第11周的这个最低，我们把两个最低连接起来，那我们会看到这是底高向上的一个趋势线。那由于呢，我们看到上方在第9周出现了一个头，然后在第12周也出现一高点，但是13周我们不能够知道股价是继续上升还是出现回档，所以这第二个头我们不能够确认。那这样一来，这个头高的趋势线我们还不能画出来。好，那现在我们开始来分析，在12周我们会看到它的 K 线的收盘收复了自2022年第4周以来的下跌。那这样一来，如果股价继续上攻，我们来看看它的目标。那接下来的目标一定是这个第3周的最高是1070这个位置。那接下来一个目标，我们再向前看，第2周的最高是在1115这个位置。接下来是第1周的最高是1208。当然，如果再向上，一定会是要创新高。那么我们看完这个目标之后我们再加一条水平线。这个水平线我们加在1070这个位置，也就是第3周的最高，屏幕的右上方，最高1070。好，我们再加一条趋势线。这个趋势线呢，我们是以特斯拉股价在2021年的第44周出现的最高和2022年第1周出现的最高，我们把它连起来。我们尽可能画的精确一些。好，那这样一来我们再看，对上方的目标，我们会看到，首先到来这个目标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压力位是1070，然后当我们画出这个头低的趋势线其实这个趋势线和我们刚才删除的一个在这个地方底低的一个下行的趋势线，那它是一个下行的放大的一个通道。那我们会看到第一个关键压力在1070，然后上方如果对于第13周来说，在这个位置，是一个关键的标志位。对，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如果股价站上了1070这个位置，突破了这个向上的关键压力位，那后续股价很可能会继续向上。那接下来如果股价能够再向上突破这个趋势，这个趋势的位置我们看到是在我们的预测是在1155这个位置，我们再把这个趋势线调整一下，画的不够精确。好，在第13周的这个焦点是1155，大概是在这个位置。那如果后续股价能够站上这个标志，我们说它不是压力，它是一个标志。如果能够站上这个标志线的上方，那我们会看到股价将走出这个下行的一个趋势的通道。
那如果发生在13周，那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标志的焦点是在1155这个位置。好，那我们会看到股价向上的目标，第一个是1070，那接下来其实还有一个关键的压力位在第2周的最高，也就是1115这个位置。我们也想把这个水平线画出来。那这样一来，我们就会看到关键的压力位和强压力位和标志都出来了。那我们会看到，如果股价上行遇到任何一个压力位呢，它都有可能会回档。对，那接下来我们讨论，如果股价遇到上方的这2个压力位，包括上方的这个标志线之后出现了回档，我们看看回档之后下方的支撑，我们认为20均值将可以成为一个支撑，但是20均值它不是强支撑，我们测算它的范围是在961到965之间，大概是在这个位置。那如果股价继续回档，20均值没有撑住它，那下方的一个强支撑实际上是第12周的最低，屏幕的右上方最低 907.09， 它将是一个强支撑。对，但是股价回档在到达这个强支撑啊，我们还要看在这个地方5均值在第13周会新生成一个5均值，我们测算这个5均值会在920到938之间，所以在到达下方的强支撑之前啊，还有一个5均值作为支撑。那我们会看到还有一个10均值，在第13周新生成的10均值是在我们测算是在890到898之间。那我们会看到股价回档在下方是有很多支撑的，并且这些支撑的力度是应该说是不小的。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在这里再加一条线，我们加在这个红 K 12周红 K 的最低是907这个位置。那如果股价出现回档，我们认为会在这2条黄线之内运行，也就是上方是1070，下方是907。那对于股价如果下行，在周 K 线图当中啊，我们暂时先不做讨论。那只有股价，比如说在第13周，如果股价出现跌破了20均值，那我们再来讨论下行。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操作层面的信息。在前一期周视频中，我们给出了一个技术上的一个操作规律，也就是说，在第11周的周收盘905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技术进场点。那守停损呢，是守当周这个红 K 的最低是780。我们会看到在第12周出现了一个长红 K 线，虽然带有长上影线，可能会出现回档。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认为下方现在要做的是可以把下方的止损780这个位置提升到850。好，这是操作层面的信息。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出第13周开盘之后当周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我们会看到第一个压力位是前高，就是1040这个位置。第二个压力位是1070，我们会看到是第3周的最高。
再向上的压力位是1115，第2周的最高。当然再向上啊，我们会看到是1155这个位置是上颈线，我们不认为它是压力位，它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所以我们暂且把它先放在我们的压力位，这个信息栏中。然后再向上的一个压力是第1周的最高，也就是1208。对，好，我们看看下方的支撑。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在当周新生成的20均值，是在961到965之间。再接下来的一个压力位也是压力区间，是新生成的5均值，是在920到938之间。好，再向下是907，也就是我们画这水平线前1周的最低。再向下是当周新生成的10均值，我们测算是在890到898之间。好，依据以上的这些信息啊，我们给出特斯拉股价在第13周的预测信息，2个可能。我们认为第一个可能会是休息，对，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走势呢，它应该是一个低开盘，那周中最低有可能会到达965这个位置，那最高会到达1075，收盘会收在1050附近。好，这是第一个可能。那第2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上涨。如果是上涨，它应该是一个高开盘，然后最高我们认为会到达1140这个位置。收盘会收在1120附近，在这个位置。那周中最低可能会回踩到1000，在这个位置。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第13周走势的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